那 Manus 在1月13號宣布跟 SimilarWeb 的合作那這個更新對於所有的跨境賣家或者是任何靠網絡賺錢的人來說，就像開了一個超級外掛。為什麼這麼說呢？是因為這個更新可以讓我們用更低的成本和更簡單的方式去查詢一個網站的流量、競爭對手的情報，還有做選品分析等等。以前查網站的流量，我需要安裝一個 SimilarWeb 的 Chrome 的插件，打開網站的時候，通過 Chrome 的插件去查詢這個網站的流量數據。那現在就可以直接通過 Manus 用對話式的方式去做調研，不怕它亂給我數據。那目前可以通過 Manus 查到一個網站最長12個月的流量數據。除了查數據以外呢， Manus 還能幫你自動的分析這個網站的流量總結還有生成報告，非常適合創業者去驗證一個市場規模，還有這個產品是否存在真實的需求。另外還有對判斷行業的趨勢、拆解競品的流量來源、投放和渠道策略都非常有用。那具體來說，它可以直接查到流量数據，比如說總訪問量獨立訪客的數據跳出率每次訪問的頁數平均訪問時長等等，還有這個網站的排名，還有流量來源和流量的地區分布。那使用方式很簡單，首先我們打開 Manus， 然後在中間的對話框這裡輸入提示詞，在我的電子報可以獲取所有這些提示詞。那舉個例子，我讓他查詢這一個網站過去6個月的月流量、跳出率和獨立訪客的數據。然後第二個提示詞是我讓他分析這個網站的流量的來源構成，還有它的搜索和付費廣告的數據。第三個提示詞是我讓他對比這兩個網站在美國過去3個月的流量數據。那然後呢 Manus 會給你一份報告，那根據 Manus 給你的這份報告呢，你可以繼續追問，讓他繼續生成圖表dashboard 或者是 PowerPoint 都可以。那計費呢是按照 SimilarWeb API 的模型去計費的，每一次查詢會消耗你 Manus 的積分。那影響積分使用的因素包括你查詢的域名的數量，還有你查詢的這個域名的數據，還有你查詢的時間跨度。那現在呢，目前只能查詢最多12個月的一個網站的流量數据。那我讓他分析的這2個網站呢，都是做衣服的。我們來看一下他給我們分析的報告。首先他給我介紹了這個網站这個品牌的一些簡單的介紹，然後給我了過去6個月這個網站的流量趨勢。另外他還給我做了一個數據的摘要，然後這個數據呢在時尚電商領域屬於非常健康的水平，尤其是針對他的受眾來說，主力是青少年和年輕群組。然後他還給我分析了這個網站的流量來源的構成，跟我說直接流量和搜索流量是核心驅動力，然後分析了每一個流量來源的數據。那我給他的第二個提示詞呢，就是對比分析另外一個網站，然後他給我了一個報表。那最厲害的是呢，他還給我做了一個核心指標的對比，跟我說了這2個網站主要受眾的不一樣，還有他們的流量穩定性有什麼區別，他們付費廣告的策略，還有平均的訪問時長。這樣我一目了然了，就可以看到右邊的這個品牌，它的無論是訪問時長還是流量穩定性都是比較高的。這樣我就可以有針對性的去看右邊的這個品牌它成功的原因在哪裡。他給我了一個結論和洞察，就是右邊這個品牌在2025年末的表現很強勁，並且給我了他們2個的營銷策略之間的差異。另外右邊的這個品牌它的跳出率更低。那看完這份報告之後呢，我就產生了一個好奇，那就是為什麼右邊這個品牌它完全不靠廣告都有那麼多的流量。所以我就問他這個品牌的有機傳播的來源是什麼。那他就給我分析這個品牌成功的原因，而且他完全沒有投入任何付費廣告費用，在2024年就實現了1600萬美元營收的原因。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為這個品牌的創始人是一個 TikTok 的 influencer。這樣我就一目了然知道為什麼這個品牌這麼厲害，不靠任何付費廣告都有那麼多流量，因為它是一個 creator based 的 brand， 也就是說它的所有流量都根植於他的 founder， 他 founder 是一個網紅。那這個品牌還有第2個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利用了 FOMO 的心理，因為他每一個月1號都會補貨，所以從流量的波動來說，就可以看到他每一個月的月頭都會有特別高的流量的波動。然後他說他的熱門單品
比如說這個衛衣就經常在幾分鐘之內就賣完了。所以這種搶購感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大量的二次傳播討論。那我大概就知道了它成功的原因，這個品牌背後的它的營銷的節奏和策略。我只用了2個提示詞，我大概就做好了一個品牌的竞品分析了。那以前的話呢，我是需要先在 Google Chrome 裡面看 SimilarWeb 的數据，然後自己再去做一些調研。那現在呢，有哪個數據我不懂，我直接對話式就跟他說這個數據什麼意思，給我一個報告。那看完這個報告之後呢，我又問他創始人的信息，然後他又給了我一份報告，介紹這個創始人，他是從一個 DIY 的玩家到現在做的品牌主理人，而且他是 Gen Z 時尚界最受瞩目的創業家之一。那這個報告我大概就知道了這個品牌背後的創始人，這個 creator 他的故事。那最初呢，他是在 TikTok 上面分享他自己 DIY 改造的回收牛仔褲，然後在 TikTok 上面累積了第一批粉絲，然後在22年他創立了這個品牌，這個品牌的名字是他的 middle name。那通過這個報告，我就更深一步的了解了這個品牌成功的原因。首先它是一個 creator based 的 brand， 然後這個 creator 為什麼會那麼成功那麼紅呢？是因為他在 TikTok 裡面會分享自己的創業期間的一些經驗，比如說供應鏈延遲啊，產品的質量不達標的時候那些心路歷程，就等於說有點像你跟觀眾是共同成長的感覺，好像一個連續劇那樣，所以呢就建立了一個很強的品牌忠誠度。另外一個成功的點是因為他發现Gen Z 的消費者啊是不需要傳統的那種 summer 啊春夏的那種大系列，他們是希望每一個月都有一些新鮮感，所以呢他就採用每一個月1號固定去補貨的這個節奏。那看完這個報告，我大概對這個品牌的創始人都有一定的了解了。那然後我就讓他分析另外一個網站的廣告投放策略，給我一個表現最好的廣告例子。因為剛剛的那個品牌他幾乎沒有做過任何付費投放啊，所以就沒有任何例子可言，所以我讓他分析另外一個做 hoodie 的這個品牌的廣告投放策略，然後他給了我一個報告，是關於他們的核心廣告策略是 UGC， 還有就是會使用很多情緒共鳴的文案。投放的渠道主要集中在 Meta 和 TikTok，Meta 用於精準轉化和再營銷， TikTok 則用於品牌曝光和獲取新客。另外他還會自己上 Meta 的 Ad Library 裡面給我他們的廣告數據，然後直接告訴我表現最穩定的廣告是這個 Words of Affirmation 的系列衛衣廣告。那他大概跟我說了他們表現最好的廣告的一個核心賣點在哪裡，但是因為廣告的話我還是想看一下廣告本身長啥樣，對吧？然后我就跟他說給我一個他表現最好的廣告的 link， 我想看他的廣告圖，然後他給了我一個 Meta 廣告庫的鏈接，我就直接可以看到他表現最好的廣告是這個。另外還能看到這個廣告詳細投放的渠道啊，它的文案是怎麼樣的。那接下來我讓他按照我平常分析網站的一個框架去分析剛剛的那個 Creator Brand 的一個數據。同樣的，這個網站分析的框架都可以在我的電子報裡面免費可以拿到。那這個網站的全面分析報告，從這個域名是什麼時候注冊的，在哪裡注冊的，誰注冊的，到網站的流量分析數據，廣告的投放策略， SEO 的關鍵詞，還有它哪一些產品暢銷，都在這個報告裡。那這個是我自己一直以來做競品分析的一個框架。那現在我一個提示詞就可以讓 Manus 全部給我整理的這些數據出來。那他在商品數據分析這欄直接就給了我這個網站最 top sell 的3個產品是什麼，還有它的定價，還有它的定價策略，還有它的上新節奏是怎麼樣的。另外也直接告訴我了它暢銷品類是怎麼樣的。那這樣我就可以一目了然的分析一個品牌和一個網站它的數據。如果你想繼續看到更多這樣的 AI 用法和 AI 教程的影片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那本期影片的文字版和用到的所有提示詞都可以在我的電子報裡面找到，那電子報的連接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欄可以找到。我是 Braden 布萊登，我們下期再見了，拜拜。